欢迎持续加入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看到川普在的美国，现在大家都不温良恭俭让了，我是直接对冲。好，我们看到就是川普的经济官员现在说爆内斗。而且这个部分是2个经济官员在最近一个私人的晚宴上面爆出冲突。那一个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大家都认识他，因为算是关税的这个大功臣。好，还有一个联邦住房金融局长这个普尔特，他们当场对呛，甚至还大打出手，差一点点。好，那贝森特是质疑普尔特和川普打他的小报告，直言说你他擦的跟总统说我什么，然后我要一拳的打烂你的脸。好，目击者就形容说他当时气得整个人直冲向前，大家都很吃惊哦。好，那现在呢，白宫还有这个财政部以及联邦住房金融局都是拒绝回应的。那川普核心人士则是用疯狂跟失控来形容这个事件。好，那川普自己也很疯狂嘛，所以这经济官员很疯狂，好像也不是太意外。好，贝森特认什么呢？说如果川普的关税案败诉的话，就必须要吐出超过15兆元。好，这个15兆大概是台币的15.3兆的关税哦，那对美国的财政势必会造成严重的冲击。那我们也看到美元现在被大面积的抛售非农唱衰美国的经济，黄金也创了一个新高。那美国的制造商则是认为说，关税真的是非常糟糕的政策。他说，最终会反噬自身哦。那要实现美国制造业复苏，其实难度可能会远超过白宫的预期。那这一位是美国的马赛诸塞州的制造企业负责人哦，他认为说，川普政府推出关税政策以后，这制造业的复兴哦，其实承诺是难以兑现的，所以完全不看好。那现在川普遇到麻烦了，他的传统盟友其实在执政上面也都有一点自顾不暇。我们先看到的是日本石破茂首相，他现在辞职了。好了，大家就说了，这个自民党内部有分裂危机。那如果自民党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日本将陷入一个肤浅的民粹政治。那继任者其实困难还很多，因为他必须要处理的不只是党内的问题，还包含了经济困顿以及劳动力短缺，还有人口高龄化等国内的困境。对外也必须要应对川普主导下复杂的双边关系，所以继任者也不是非常好的这个工作。好，那我们看到韩国发生什么事情呢？也就是韩企有300位员工他沦为美国的欲囚，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对韩企工厂进行了大规模的搜索，而且逮捕了超过300名的南韩公民。那收容这些人的这个环境也曝光了，有发霉啊，有虫害，甚至没有热水。所以南韩企业的高层就很不满啊，说他们为了美国经济做出了贡献，现在居然被当成了犯罪集团。那韩国这边当然有迅速的赶快到美国来进行交涉，但是看到吗？他们打了一闷棍。好，怎么说呢？这个韩国跟美国的这个被拘人员的释放基本条例来进行协议。好，预计将10号搭乘包机回到韩国。虽然川普表示说这件事情不会殃及美韩的关系，但是在韩国的国内媒体是怒批美国根本是在背后捅刀。那担心被川普查水表，有23家的韩企美国工程是停摆的，这寒蝉效应就出现了嘛。南韩的经济日报就报道说，至少有23项的韩企在美国的建厂工程都已经停摆所以这怎么让这个美国的造船业再次伟大呢？恐怕就会受到一些冲击。那我们再看到就是法国那法国政府现在再倒台，哇，2年之内总共换了5任的总理最新就是法国总理白胡没有办法通过国会的信任投票，所以将代表政府向总统马克宏请辞。白胡下台意味着马克宏将在不到的2年之内就寻找到第5位的总理。那此前的总理阿塔尔在任职半年之后就辞职，继任的巴尼耶也执政90天，就在去年12月的不信任投票当中下台。好，所以这换总理，有人说像换这个走马灯一样所以马克宏
就要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领导法国政府了吗？好，马克宏已经在找第5位的总理来应对这个国家的债务问题了，但现在还看不到人选，而且议会的僵局也没有明显的解决方案，所以现在也说马克宏要他的盟友认为说再选也无助于解决法国政坛的分歧，反而会构成将更多的权力让渡给极右翼的风险。所以马克宏在这一任真的是困难重重，但我们也看到整个全世界体系跟这个川普反而是过去比较好的传统盟友都遇到了一些麻烦。好，首先呢，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川普他的经济官员，哇，整个是对冲起来，真的是川普式风格赖老师。主要还是争宠了因为贝森特认为说，贝尔特老是在川普面前说他的坏话，这样对于他在川普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会有影响的，而且他已经拿到了很多人都已经跟他说，确实就是贝尔特老是在川普面前说他坏话。那因此呢，在那样的一个金主的大餐会里面，去的都是这个达官显要那么一个金碧辉煌的一个餐会，极尽奢侈，因为用的都是顶好的水晶杯作为一个酒杯，然后他们2个人就爆发了脏话，然后差点打起来。因为贝森特这个时候，他们2个人就把他们的智能下降到这个未成年的孩子应该像幼儿园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贝森特就说好，因为那个金主出来当和事佬嘛，说不要吵不要吵，这个大家都在吃饭，然后他们就说那好啊，不用在家里不要在这边吵，可以出去。然后呢，贝尔特说出去干什么？你要跟我好好谈吗？他说我出去我在猫你他就不出去。然后2个人在那边吵起来，后来被隔开，被架开以后，那就一个人坐那个长桌的对角这个，但是我想川普内心里面一定很乐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统治术。也就是说，如果能够让大臣彼此之间争宠争风吃醋的话，这个对于川普来讲，他就觉得他的权力至高无上。这个在帝王感的那种。过去的那个宫廷戏里面，不是一堆这种争，那皇帝开心的不行因为皇帝看他们的大臣左相右相彼此在那边斗来斗去，皇帝好乐然后因为这也是一种那个平衡术。事实上，你可以感觉得到，这个川普本身就很想当帝王这个是我个人认为他们2个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说不会因为吵架而被 fire 川普应该是更疼爱这2个人，因为他们2个人真的是很巴结日本很明显的，我们昨天已经有跟观众朋友分析了，石破茂其实就是被逼宫，党内政变，因为日本的国民没有要他下台民调也出来了，而且他的民调也支持度也上升到32%。问了日本国民，52%以上的日本国民认为石破茂他不到1年没有必要为日本的经济负完全的责任而辞职，因为他的任期到2027年的9月，是党内把他逼宫了。但是党内到底谁逼宫呢？刚开始传出来是小泉进次郎，现在小泉否认，然后由菅义伟来担。因为谁逼宫，这个石破茂的派系或者是在日本他们的政界里面就会对于这个人会有意见因为还是以下犯上嘛。那很明显的，小泉的爸爸小泉纯一郎但是当时传出来是说小泉是待了2个小时才走，接着石破茂就宣布了，而菅义伟只待30分钟先走，小泉继续留着。所以理论上讲不应该是菅义伟，但是因为菅义伟已经当过首相了，所以由菅义伟来担这个锅，然后让这个小泉可以顺利的选，这也说不一定。有关于这个关税的问题坦白说，如果美国的最高法院的法官认为是违宪，而这个钱要退回去的话，进口商会很乐，美国的进口商会乐坏了。为什么呢？因为退是退回给进口商，而出口商会乐一半，因为他有一部分的钱，进口商有良心的话，可能会退一部分给出口商。最倒霉的是谁？美国的消费者。因为物价一上涨以后，进口商怎么可能把转嫁给消费者的那个物价再还给消费者？不可能的事。所以倒霉透顶的是消费者。好，套一句瑞凡回不去了，就是刚刚赖老师所说的状况岳老师。
聊一聊韩国跟法国好了哈。那个韩国这个情况，这个案例非常严重啊。这个案例的话呢，说明了3件事情。大家记不记得啊？原来的话呢 ，MAGA 的话呢，就是韩国喊出来 MASCA 啊，那个时候呢，做梦都没有想到啊，就是3000亿美元对美国的投资啊，居然是现在这种局面。我们上一场已经讲了，那个卢克尼克讲过，你们要叫你们来投资前是由我们来决定你要买什么东西的哈。那现在的话呢，这个韩国事情发生了，第一个的话呢，那个当场啊，在现代的电池厂里面抓的是475人，其中有300多名，到底有多少搞不清楚啊，是韩国的公民。这事情非常严重啊，因为韩国人本身啊，他们以为他们到美国去做生意的，做生意当然就是为了将本求利，为了赚钱，就现在不行啊，不行，不能用非法劳工。然后呢，韩国人到美国就是他没有这个，他没有签证的要求，可以90天嘛，对不对？他们很多人的话呢，就便宜。就又便宜行事，请大家注意啊，在美国拿到可以工作的 H1 签证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按照那个规定的话来讲的话呢，基本上韩国这个企业也不要说是现代了，就是说是他们造船什么的不可能赚钱的，所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韩国的话呢，一定是得罪了 Georgia 那边的工会，那是工会检举，所以他抓了这么准，你知道吗？抓得非常准啊，马上的话就把这些人抓起来啊，里面有多少人的话呢？墨西哥打扫的什么可能是非法的？韩国自己本身，韩国现在有现代的高层都被抓起来了。然后第3点的话呢，韩国本身那个跟他们谈了很久啊，因为在美国的话呢，非法居留是违法，在美国一违法那不得了，要输人很难。现在的话呢，美国网开一面呢，就让他出来啊，就是坐专机回来。这里面的话呢，其中包含了很多人，包含台湾在内啊。你这到美国投资的话的结果，如果你投的钱是由美国来决定你要干什么用的话，那不得了，我讲等于送钱了啊。因为我相信在美国为什么一定要用东亚的劳工的话呢，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劳工本身来讲的话呢，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比较勤奋。法国这边的情况的话呢，我觉得法国现在的话呢，在欧洲本身地位的话呢，急速下滑。为什么呢？因为2024年的6月，马克龙他自己觉得自己有把握了，进行一次国会的选举，选举完了结果大惨的话，我跟你讲，上一任的这个总理巴尼耶，他是很有名的人啊，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啊，对不对啊？大家对这个，然后现在的话呢，这个方刷背后啊，他基本上也是要取代2年不到换了4任，这是第5任要出来。啊，所以说法国的极右派就是要磨刀霍霍，希望我觉得也未来不久可能马克龙自己都要辞职了。对啊，所以法国的政局也算是蛮动荡的。将军，其实大家记得川普在他当总统之前，他就很喜欢看铁笼格斗这个擂台赛。那这个贝森特其实他这不是第一次，他上次是跟马斯克2个在白宫里面互撞胸口。那等于说已经是肢体上面已经快要格斗了哈，所以我建议这个可能川普下次他再有这种参会，他可不可以摆一个大铁笼，对不对？然后阁员轮流上去表演格斗给川普看哈，然后打赢的人也来实施他的政策。我觉得美国以后会不会走上这个样子？那但是我们从中间也可以看出来，其实我觉得美国包括川普跟这个财政官员里面，其实他们现在压力应该很大。因为上诉法院已经裁定这个违宪嘛，你不能说这个借着一个国家经济紧急状况，你总统就可以随意对任何一个国家按照你的意愿来加税。那美国到底经济有没有到紧急状况？可是你自己川普，你自己又说我们国内现在经济好得很，要求 Fed 要这个降息说我们经济好得很，那彼此就互相矛盾可见呢，美国川普来讲的话，自己在这方面非常矛盾。可是如果说我认为到最高法院大概不会被判违宪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最高法院9个法官里面有6个是川普人，有3个是他之前第1任所提名的，所以说大概会站在川普的立场来替川普讲话。所以我觉得这个全世界来讲，还是可能这个关税风暴还持续要忍耐下去。那之所以韩国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告诉所有国家说，你们要到我美国来投资，不可以用你们自己的劳工因为这些劳工可能是美国韩国Kia 这些企业来讲，他们自己本身母公司的劳工去那边协助工作的这个员工而不是任用非法的移工。但是美国你要用近乎羞辱式的方式，把他手镣脚铐，甚至于腰上面还绑上铁链子，那等于是对付死刑犯的那种态势。我觉得是很明显对李在明的一种羞辱。但是我觉得川普要释放出来的最大意义就是说，你任何一个国家企业要到我美国来投资，你只能用我美国的劳工，而不可以用你自己本国劳工。我觉得川普这个意味非常浓厚但是我们也看出来，如果这样的话，美国自己本身的通货膨胀一定会更严重。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除了谈到美国的关税之外，我们来看看中国这边习近平的态度跟他是如何来应对美国的。好，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个这个峰会，就是金砖峰会。好，不过这次是线上举办所以是视讯来进行参与。那习近平在里头就暗批美国说，这个面对个别国家接连发起了贸易战、关税战，金砖国家我们要共同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大金砖合作，所以他也提出了3点建议。第一个是坚持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那积极的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那要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跟发言权。那第二个则是坚持开放共赢，维护国际的经贸秩序，说南方国家要公平的参与国际合作，共享发展的成果。那第3点则是要坚持团结合作，凝聚共同发展合力。他说大家的金砖这个国家必须要落实全球的发展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好，那另外一个金砖的国家就是这个巴西他总统鲁拉呢也说，这关税勒索已经成为了占领市场以及干预本土事务的一个常态化的工具，金砖国家成为了不公平以及非法贸易行为的受害者。呼吁金砖国家要团结，我们要捍卫正在受到威胁的多边体系。好，很明显嘛，金砖国家聚集之后，大家都在批评美国，这反美的联盟跟这个 party 完全的形成，很明显。好，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印度为什么我们最近这1-2个月都在谈印度，主要就是因为它美国跟中国的关系非常的微妙。好，我们来看看最近印度的状况是什么呢？其实呢，中俄要参加这个金砖国家线上峰会来讨论的就是川普关税的问题。但你看到印度派谁出来吗？是外长外交部长苏杰森。好，那习近平跟普京都已经要出席了，结果莫迪都没有出席，而且还是由外交部长苏杰森来代表参加。很多人说了，这个缺席就莫迪缺席的问题是什么举动呢？意义何在？我们带大家来分析一下。好，看到说印度对金砖国家被视为直接对抗，然后跟美国保持距离。那莫迪不出席金砖峰会这显示印度虽然重视金砖，但是不想惹恼华盛顿。那印度的外交策略的目标就是深化跟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同时又要维持跟中俄还有巴西的合作，所以当然就会被认为说，他现在战略的这个外交的目标就是想在美中之间双边讨好的意味比较浓厚。好，那美国长期受益于自由贸易，所以中国特使也抨击说，对印度征收50%的关税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好，这是中国驻印度的大使徐飞鸿他帮印度抱不平，他说现在将这个印度来征收50%的关税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好也不合理，他们是坚决反对。那他也骂美国说，向各国来索高昂的成本非常的不合理。好，那我们再看到现在习近平在做什么事情呢？他当然想要拉拢他自己的盟友嘛。好，看到中国的商务部说，中国在连16年保持东协第1大的贸易伙伴地位。那这是中国16年的这个东协第1伙伴地位，然后也是东协连续5年成为中国第1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可见两方的经贸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也积极的推进各自国内签署一些批准的程序，进而推动在年底之前要正式的签署中国东协自贸区3.0升级的议定书。但是相较于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现在中国大陆对美国似乎已经找到一个谈判的解方就是只谈不让。好，也就是中方正采取一种新的立场，我们保持对话，但是我们基本上是不让步的。好，我们看到之前李成钢不是有到美国去吗？这个大家说其实他不是应美国政府的邀请，所以没有直接跟美国的官员会面这意味着习近平的新指令几乎是不让步的情况之下，寻求跟川普政府的接触。所以中方试图是以这个方式，在大国竞争加剧的情况之下，来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好，那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这样子的话，恐怕美国自己也自伤。我们看到他的
中国8月出口的增速趋缓了，对美国出货跌超过了3成。这是 CNBC 的报道说，这个下滑的幅度已经是趋缓的。好，那当然，川普严禁了这个转运贸易俗称洗产地的政策，以及海外企业之前因为关税部署囤货效应也逐步在消退当中，这都是造成中国大陆出口压抑的一个主因。所以说，现在美中之间的贸易似乎是变成一个急冻的状态。好，我们看到了这个金砖线上的峰会当然习近平讲话了，所以大家又来做解读了。这个反美联盟好像又再度形成了。我们问赖老师，这次金砖的高峰会议视讯是应鲁拉，因为他是轮值国主席，鲁拉他要求，中国大陆也同意了。但是对于川普来说的话，怎么样来破坏这次的会议，他就出手了。这个出手有效因为他马上就写了一篇推文，在他自己的 Truth Social 里面，他就提到说，他跟这个莫迪是好朋友，他很爱莫迪。那你可以看到，莫迪很快在第一时间马上就回答了，说我也很爱你。那这个跟我们在上礼拜在这个会议中有跟各位观众朋友来分析，我们说这2个情侣在吵架，在闹别扭，但是感情已经变质了。不过只要有一方，特别是美国，那么重新释放出说我爱你，然后那个人他就说我也爱你，就回来了。但是已经变质了。那果然我们看到莫迪就不参加了，就叫苏迭生，因为10个金砖峰会的领袖中有8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或是国家元首都参加了，都在视讯，唯独2个国家，一个就是印度，一个就是俄塞俄比亚。但俄塞俄比亚跟这一次比较没有关系，因为非洲没有受到对等关税的冲击，所以对于他来讲，要谈对等关税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派代表来参加。但是莫迪是受到对等关税重大冲击的国家，结果你看就派苏杰生了，所以这个跟我们上礼拜的预测一模一样，说很快的莫迪就辩解了这个马上就回来了。这很快很简单处理，而且分析也不难。所以我上礼拜的预测就是说，这个什么把印度赶向中国的怀抱，说你们这个胡说八道，这个国际政治不是这样看的那很快的我们就看到现在莫迪，但是我一直在强调，印度已经变质了，也就是说，它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完全追随美国去遏制中国的发展。它应该会保持两边平衡的，换言之，也就是说，它不会再任美国的指示去弄坏跟中国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中国要的其实基本的条件就在这里而已。我没有要跟你变得更好，但是只要不坏就可以了，只要不坏就可以，但没有要更好。所以对大陆来说，他也无所谓，他也不会很在乎你印度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情况。另外，我觉得美国现在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似乎是主动的在对美国脱钩了当欧美的媒体都在说大陆的经济不行了，8月的成长减速4.4%，成长率还是4.4%，德国开始要进入负成长了，英国已经进入负成长。你看英国、美国、德国通常都是1%或是0或是负成长的，再笑一个4.4%的成长率的，你不觉得这人类间最可笑了吗？可是这4.4里面的含金量很高，为什么？因为它对美国的进出口都在减少，出口减了30%，进口减了16%，但是对于欧洲、东盟、非洲增加了7%以上，所以平均下来就4.4%，这代表什么？大陆的转单效益已经产生了力量了。好，我们接下来问苑教授。对，我跟你讲这个对印度不要有任何期待这个其实讲起来这个印度就是一个没有原则的搅屎棍就对于美国来讲，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呢，它都是一个被利用的。千万不要以为说中国就一厢情愿你回心转意，没有这么简单了印度本身来讲的话呢，它根本不重要。川普讲的很对了，就是你这个 dead economy 死气沉沉的经济，然后呢打了个巴掌的话呢，打左打右打。卢特尼克就是刚刚那个所求无度那个卢克尼克讲说，川普讲说，哎呀，现在的话呢，把这个中俄印的话都推到一边去，跟他们结合在一起，对不对？卢特讲说，你不用担心，下个礼拜印度就乖乖的爬上来跟我们谈判了。
就讲这种话一点都看不起啊。印度的话呢，我觉得印度唯一了不起的话呢，就是有弹性了。我这个弹性讲起来，这几乎可以用不要脸这种来形容。为什么？因为大家要了解，上合会，因为他刚被川普大打了3个巴掌啊，打了3个巴掌以后呢，马上宣布上合会我亲自要来，亲自来的上合会，8月3号在天津啊，然后过了没几天的线上会议居然不来，派了苏杰生来，这什么意思？对不对？就是意思，也就是表明很清楚。现在的话呢，对美国的话呢，就是只要有藕断，就四海连不连都无所谓啊，就这种情况，对不对？所以在印度这种情况，你认为这种表现的话呢，有没有一点点泱泱大国的风度啊？人家的话呢，打从心底就看不起你，你的话呢，就奉人家为上宾的情况下。说实际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印度啊，真正的发生的问题啊，从5月7号开始啊，印度的这个买了这个法国的标风战机以后，被这个巴基斯坦打下来以后，这个整个国运就不济啊，然后自己用一套银学来尽量来说明这种同时的话呢，让大家真的会发觉，因为印度的他们平常接受的对外投资，印度的确确是过去的2-3年前还风光了一段时间的话呢，印度股市也垮，外来的投资也掉，这个垮不是怎么垮，那外来投资降低了90%以上对不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印度面临了非常大的压力，而且的话呢，自己已经是手上没有牌，印度才是真的手上没有牌的。那另外的话呢，回过头来说啊，大陆目前为止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到，整个川普现在的贸易对等关税的谈判当中，因为中国这个印查他拿不下来的话，目前态度已经放缓了。现在变成什么？变成勒索投资，像日本的话，25%变成15%啊。那现在的话呢，大陆这边的话呢，就是完全按照规矩，要谈就谈。那现在的话呢，就是贝森特讲10月底要再谈嘛，对不对？那到底在哪？我们不知道。但是李成钢的话到美国去，就是为了这些事情谈的。好，我们接下来问将军。我觉得习近平讲说是对美谈判只谈不让但确实是中国有这个底气在关贸谈判上面。关税谈判上面，那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很多国家都跟美国达成了一定的协议，包括日本、韩国都是15%那这个印度自己被苛征了50%，这个巴西也被苛征50%，但是中国现在来讲的话，双方还在谈判之中可见的中国是有这个底气。但是我们从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美国开始已经所有的这种困难所有的祸害已经这个慢慢浮现出来。首先，我们看到它农业来讲受伤最重包括我们前一阵子经常在讨论的美国的大豆，现在来讲中国就不买，然后直接跟巴西买，不但跟巴西买，还不让你这个洗产地，就是你们美国大豆不要运到巴西来，这个改个标签卖到我中国大陆来。那我跟你讲，美国大豆这个豆农来讲，这次会很惨。为什么？因为你那个大豆听说今年风调雨顺，还生产的特别多。那这大豆堆在仓库里面，你知道这大豆不能堆久的，堆久以后它会发芽，就算不发芽以后，它之后会长黄菊毒素，你就算做饲料给畜生吃来讲的话，也不是很适当。另外来讲，我们看到这个樱桃这个棉花等等农产品都深受其害。反而中国我们看到，它不管是跟巴西来讲，协助巴西让它的咖啡可以卖到中国大陆，那跟东南亚各国来讲的话，大家也可以结成在一起，互相的协助跟帮忙。但是很遗憾的，这时候这个按理说，这个印度来讲，你应该这时候应该跟南方这些国家大家共同站在一起，形成就是抗美的一个联盟嘛。这次金砖会议很明显的，鲁拉就是在办一个抗美联盟，因为我们不管看到中国、印度，尤其是这个巴西自己本身甚至于包括到中南美洲很多国家来讲，这时候都是被苦于美国关税拿这个大棒，这个大家在威胁状况下，最好是说大家能够互相开放对方的市场，那大家能够取代美国市场，那大家搞一个多边主义，不要一天到晚拘泥于让美国这个霸权对世界这个各国予取予予。但是很遗憾的这个莫迪到现在还是扮演一个搅屎棍。那前一阵子他被这个美国打脸之后，他就原来上合会议他叫他去参加，这个防长级的，他就在里面不肯签这个共同的一个协议。然后金砖会议他也不去参加，那这次被美国打了脸，被美国川普修理，不管是在关税，或者是说你这个飞机被打下的不是这个5架是7架，然后他为了一气之下跑去参加上会议，但是看完上会议以后，他也不上台去看阅兵，他就回国了。那这是我觉得他不去参加金砖的会议，就算是线上视讯会议，
他也不参加，那这很明显又开始扮演这个老毛病这个某某动物改不了吃某某东西的这种习性又出来了。带您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简将军。一伦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大家都关心说，这阿北柯文哲在昨天已经走出了北检，好，已经回过家了，也到了新竹老家。好，不过今天早上他也到北院来出庭哦。那他是说，这个柯文哲250天之后，今天算是不上铐的来诘问都委会的委员。好，柯文哲呢涉金华城容积率弊案哦，羁押1年余后，昨天是交保了。好，我们看到合议庭今天是传唤了时任都委会的政大地震学系教授徐国成出庭作证。那柯就是不上铐的出庭行使他的诘问权，然后据他今年1月2号一审之后交保再羁押禁见，已经时隔是250天。好，我们看到他交保之后首次的出庭哦，其实这个霸气抵达法院哦，小草也在外头狂喊说不投降不屈服。好，他们说柯文哲是清清白白，那柯文哲不投降不屈服。面对记者问说会不会担心北检抗告，柯文哲则是不发一语，小跑步的快速的进入到法院里头。好，那当然阿北出来之后，现在网友的恶创不再只有莱尔校长哦，最新就有阿北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子根本是冤案，但是我个人的苦难已经过去了。我希望台湾越来越好，面对挫折不失去人生热情，不要像莱尔校长一样10讲失败，那我就开始22讲2026讲，我一定要赢。好，网友速度真的很快哦，马上就有阿北出来了。好，就说不要再演霸总了吗？这个案子根本是冤案。好，柯文哲现在掀起了政坛的另外一个波澜。我们看到了他截至在9月8号5点钟的网络声量哦，累计是破了9.9万笔。好，声量最高可以看到这个图哦，落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也就是柯文哲发文感谢支持哦，所以很多人还是对柯文哲交保，柯文哲出来。柯文哲声量、柯文哲下一步、柯文哲政治都还是非常的在意跟关注。好，那我们也看到现在外媒也相当关注，为什么呢？因为包含的是先看网红律师哦，说这个柯文哲他交保之后，不是北检就宣布提抗告吗？这位网红律师是杨律师、黑心律师哦，他认为有2种可能性：第一是不想承担任何的责任，所以用必输的理由象征性的提起抗告。那第二个是觉得柯文哲刚出来就放话哦，他说很不好啊，假装份额抗告来吓柯文哲。那他认为前者也就是象征性提起抗告的比例比较高，那后者则是顺便。那我们再看到说外媒怎么关注柯文哲呢？ BBC 的标题是写说1年羁押之后交保，柯文哲回归如何搅动台湾政坛哦？说民众党会不会出现2个太阳的权力竞争？那有学者也向 BBC 中文分析哦，说柯文哲在党内仍然是主帅，那黄国昌则是大将，所以双方目前是维持着互补关系。好，不止 BBC， 还有 NHK， 您看到它的标题上面也是在讲柯文哲，说台湾因为这个收贿等罪遭起诉的柯文哲，保释在野党第2大党的前党首。好，说这个第2在野大党就是民众党，柯文哲嘛，在8号获释了。好，柯文哲主张检察官调查了什么？什么都还没有查出来，而且批评台湾当局的搜查。那柯文哲是以7000万元的新台币支付了保释金。好，那当然现在这些外媒的讨论，在网友的眼里看来就说这个 KP 的冤情是不是登上了日本媒体？有人还反讽说感动呢。好，有提到说检察官到底调查了什么，声称什么都没有明确，批评了台湾当局的调查，说谢谢日本的新闻。
好，那我们再看到了目前这个柯案哦，到底有没有被转移焦点呢？因为最近又看到赖总统在讲关税的事情。好，这个关税哦，到这个赖清德是承认说关税谈判哦，其实包含着投资阿拉斯加哦。说这个阿拉斯加投资是基于能源的安全，好，就向美国提出2个诉求。那还有他在这个自由时报专访当中也有讲到这个4个优先嘛，好，也有关心海缆啊、中国的议题哦，还有这个台美关税的议题，说最后会有一个总和会议的进行哦，都还在持续的增强当中。好，但是网友不买单，说一句话空。还有人说得好听，做得难看，甚至有人说两岸互动保持善意，小编你是不是拿错稿了？好 ，PPT 网友当然就有分析哦，这个把它整理出来说，总统公开对对等这个关税来开市了，也就是协议已经完成，在等川普大统领加条件。还有人开玩笑说，台积电没有被美国端走，是我们自愿去的。还有阿拉斯加的高价天然气是我们自己想买，以及台湾是民主产业链，为全球经济提供韧性，以及过境美国不是不能去，是还不想去。好，那当然赖总统不是也有之前提到这个主权基金吗？结果英政府也就是蔡英文政府的官员曾经的这个施俊吉，他就说了是顺从美方的需索，这是讲了大白话齁。好，他说这个让台湾在不公平的投资与分润之下，跟日本一样去美国投资数千亿元。好，他之前是行政院的前副院长施俊吉。好，我们刚刚看到了这柯文哲今天这交保之后，马上就又出庭了。好，柯文哲确实掀起了台湾政坛的另外一个大波澜，有人认为是腥风血雨正要开始。我们首先问赖老师，柯文哲的问题到底是一个贪污案还是一个冤案啊？你看我们在台湾的内部里面的意见就很多了，但是目前来讲，整个舆论比较朝向于这是一个司法迫害，这种声音比较多、比较大。然后我们也看到大家很多人已经对于司法越来越不信任，很多的民调出来的时候，都对于台湾的司法不信任了，6-7成以上都认为台湾的司法不公，有政治破坏的嫌疑。然后对于检察官的起诉，怎么会羁押了近1年，然后一枪毙命的证据都没有拿出来？检察官有解释了，他说我已经写了800多页的这个报告但是人家要问的是，我也可以写1000页的报告但是人家问的是你的一枪毙命的证据就拿出来嘛。那现在不只是在台湾的内部引起了很多的质疑，我们确实也看到很多外媒也在质疑说，柯文哲他是一个民众党的党主席，关键少数政党的党主席，过去是绿营的，他把绿营的支持者带了200万的年轻人离开，成立了这个党，造成民进党的挫败。民进党从第1大党变成第2党，然后民进党从过去可以超过半数的选票跌为现在只有4成的选票，所以他们认为目前来讲羁押这么久没有证据，所以很多的媒体确实是认为这个司法是不是有政治的因素在里面，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换言之，也就是说，台湾的形象在民进党的执政下，因为柯文哲的案子，检察官没有拿出一枪毙命的这个证据，没有在最短的时间内先有证据再羁押抓人嘛？是先把人抓了还在收证，这个就不对了嘛？你应该是已经有很明确的证据了，你跟法官说我要羁押，然后你去启动这个逮捕，然后羁押，证据提出来，接着继续再去追查，这个比较合理嘛？结果没有足够的证据，然后到目前为止1年过了，所以就难免造成国外的媒体也都开始认为这个对台湾的司法形象是大为伤害的。所以对民进党来讲，在国际间它是严重的挫伤也就是说，国际间认为民进党这个党用司法的力量去打击政治异己，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你把它称为民主政治，那这个简直是可笑。民主政治的基础是来自于法治，而不是来自于利用司法作为工具去整肃异己，这个是大家不能接受的。那这个部分，民进党要出来说清楚、讲明白嘛？我觉得这一点是你执政的情形下造成的结果。好，我们当初就怀疑赖清德你的对等关税的谈判，绝对
有很多秘密我们都不知道的隐藏条件，隐藏条件，你一直说没有，然后现在被挤牙膏一个一个挤出来，现在说要投资阿拉斯加，我们就马上想到了，为什么你在今天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你要说投资阿拉斯加？因为日本的被曝光了，日本他们已经曝光了他们的5000多亿美元的跟美国签订的这个协议，他们自己都说我们是任美国人宰割。为什么？因为那5000多亿美元是由美国完全支配，日本没有说话的余地。也就是说，那个钱是日本人的钱，但是结果却是美国人拿去用。美国人说他要用在哪里呢？他要用在基础建设，铁道啦、港口啦，然后那些高速公路啦、发电厂啦，他要拿去用。而且呢，里面有一笔钱400多亿要用修建阿拉斯加的天然气管线，暴露出来了。阿拉斯加的天然气管线暴露出来以后，接着很有可能就是台湾的钱也在里面了。那赖清德是不是这个事情快曝光了？你在这个时候把牙膏挤一点出来，我不晓得啦，这一点要赖清德自己出来澄清，说不是，要不你就出来说是，就是我们谈的就是跟日本来共建这条管线，那你说清楚讲明白嘛？那你换得来什么？换得来我们的关税这么高，日本人才15是将军。这个阿北这件案子让我们台湾这个老百姓很痛心一件事情，就是政治以及行政这个干预司法，将整个司法的公信力践踏于地上，民众从此以后很难再信任司法具有公信力。我们看阿北这件案子，从开始羁押到这个起诉，到昨天的交保，甚至于到现在的抗告。几乎每个动作里面都充满了政治的算计在里面。首先，我们说羁押了1年，我们昨天看到阿北出来，他讲的话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点丝毫证据。你说他贪污吧，一舞动动，只凭着一舞动动，那金流在哪里？讲不出来。你说他图利吧，现在来讲的话，所有去作证的公务人员都不认为这是有图利的行为。所以如果说这是交保，如果说不是之前726以及823这个民进党32-0大罢免的大挫败，还有再加上小草们这个走读这件事情来讲，给这个民进党施加压力来讲的话，我相信阿北不见得会在这个时候可以获得交保。但是我们看到交保，也就算是交保，也充满了政治算计在里面。为什么要7000万用这种数字？我想要大家分析了很多，是不是就是告诉这个台湾的民众，你看这个阿北他有这个7000万，付出7000万的这种财力，证明他后面来讲很有钱啊，这个钱从哪来？让这个台湾的观众想法心里会画上一个问号，画上一个疑问句。难道这不就是政治的操弄吗？好，你既然已经交保了，那你抗告，如果说是北检要抗告了，那你是不是应该在交保这个法院裁定交保当时你就应该提出抗告，或者是在第2天就要提出抗告？你怎么4天之后，阿北昨天放出来之后，已经在那边这个讲了这些话，说是赖清德撕裂台湾的社会，这个认为这是一件冤狱。那阿北讲完这些话以后，你现在才开始提抗告，是不是你发现哎呀不行，这个把一只老虎放出山上了？这下子纵虎归山，以后他会反噬我们民进党，赶快再给他重新再抗告，想要再给他羁押。所以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充满了政治算计。当然后面来讲有很多人见缝插针、挑拨离间，譬如说民进党会不会从此以后2个太阳？说他跟现在党主席黄国昌这个彼此之间会不会有这个两个太阳的问题？那甚至于有人挑拨到蓝白合，甚至还有人说会不会阿北要选这个高雄市长造成大家很多心里头疑虑跟猜忌。但是我觉得现在来讲大可不必这样。之所以阿北后续要怎么样做，我个人来讲完全尊重他。我认为他会用他的人生的智慧，尤其是他这次在里面待了这1年，他出来讲那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讲韩国瑜讲那句话：“莫忘世上苦人多。”因为他跟他同关在一起的狱友里面有好几个想要去看病，但储值卡里面连1块钱都没有，连挂号费都没有。那我想说，阿北在里面看到这些穷苦人，他出来以后，他自然会有一个思考究竟他应该要将自己照顾好，还是要将他这个
未来继续奉献给这些所谓的事实上台湾的苦人愿意尽一份心力。那不管他的决定怎么样，我相信这些挑拨人是很难去挑拨的，不管他跟黄国昌或蓝白之间和，因为人生经历过这段这种苦难之后，我相信阿贝他讲得很对哈，他的苦难到此结束。那我希望阿贝将他的苦难化为更大对台湾对台湾社会的关心，然后为台湾付出，做出更多的奉献。好，我认为阿北的苦难哦，恐怕没有到此结束，因为司法攻防其实才正要开始哦。好，苑教授。我并没有非常在乎柯文哲本人所遭受的苦难，虽然非常非常辛苦，我比较在乎的是台湾的未来。我觉得台湾未来的话呢，就是说，因为你一个政治不是光靠制度跟法律啊，我们号称是民主制度啊，民主制度的基础是法治啊，英文叫 rule of law 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个光是靠法律，光是靠制度的话呢，它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不能够缺乏的，就是伦理上的素养。这个大家注意柯文哲昨天出来的时候直接点名强调他是冤狱直接点名赖清德，直接点名北检罗致入狱我觉得这件事情涉及到旁边的人都在叫好他是绝不屈服然后绝不放弃那么这种话呢，基本上的话呢，对于台湾的未来那个司法法律何以为继大家要想到我们在台大的话看到那读法律系的学生的话，他们还有没有理想他们教法学概论的人是在教什么东西对不对？他们要出来站起来讲至少台大法律系老师要集体的讲不能够讲说我迟早有一天等到你把你整死掉对不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这个社会伦理也是进行了大分裂大家要了解你要说那个小草本身来讲的话，围着我跟你讲，小草现在是不够成熟没有搞革命那我觉得说这个很麻烦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原来的话呢，很多那个群情激愤的时候，那是因为对民进党还没有弄到革命要是搞国民党就早就开始革命了，那个是大家可以了解对比一下，让人愤慨到这种地步然后第三点的话呢，我是会觉得这个经济上来讲这个外国的媒体都这样子讲就是说什么呢？就一个字了，你不要讲说是什么安定什么的，它就是台湾的整个政治情况导致这不稳定嘛。不稳定的话呢，你要靠自己的话呢，那靠自己，人家那有什么东西的？台湾什么东西？台湾是一个严重的贫富差距非常大的环境对不对？那大家现在可以了解到，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那个卢特尼克的需求，我不讲别的，卢特尼克昨天一个消息，他一边讲一边笑说日本投资我们5500亿。5500亿是美国自己来决定用到哪里卢特尼克讲说，我们现在缺跟中国买个100%跟中国进口抗生素，以后我们自己拿日本人给我们的钱，我们来决定要生产抗生素，在美国生产大家要了解这个钱不但是勒索来，还告诉你怎么用那你现在讲到投资阿拉斯加的时候，为了能源安全，我只问一件事情嘛，能源安全你要不要考虑供需之间的平衡呢？你买的东西大家都说比较贵嘛，那如果讲贵，如果没有比较贵，你马上出来澄清我觉得总统现在也不用做别的事，反正你也没做事，你要尽量所有的事情要澄清要讲司法不公讲到大家有顾虑什么的，因为我们也是从外国读完书回来的对不对？我们觉得台湾有希望有前途才回来的，你现在搞成这个鬼样子的话，你叫人家怎么有希望有钱回来呢？你现在你要投资阿拉斯加天然气可以没问题你要好在哪里对不对？便宜在哪里对不对？为什么要投资？你要讲实话我搞不清楚台湾真的有钱到那种地步吗？可以随便被勒索吗？台湾真的有钱到这种地步吗？大家不要以为每个人都住大安区每个人都住在信义区那天下苦人多对不对？所以你这个本身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有一种信心危机那在台湾的未来在哪里台湾未来在哪里？你要解释一下好，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也有在问台湾的未来在哪里？因为看到这1年当中，看来真的是蛮纷扰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